全球金融市场再掀波澜，到底要怎么调整你的投资策略呢？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最近的一个投资趋势啊。但是呢，最近的投资专家全部都变成了政治分析师，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你要投资啊，你真的好好的要关切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因为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川普的脸色，看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进展，牵动最近的一个金融市场的变化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化身为政治评论家，赶快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有哪些很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投资策略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哦。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最近呢大势已定了。什么呢？就是川普的副手了哦。他的副手人选呢，挑了一位范斯先生。范斯先生年纪很轻，但是呢，以前大家熟知他的会觉得，哦，他是个这个作家，因为呢，他写了一本书叫《绝望者之歌》，还被翻拍成电影哦。好，那这个很夯啊，书也卖得好，小说卖得好，然后呢，电影也是大获好评，还得了很多奥斯卡奖的提名啊，是没得奖但提名。好，那我们就来看《绝望者之歌》到底在写什么，是有多绝望哦。好，那其实呢，这个范斯先生呢，他从小他不是像川普一样是这个富二代、富三代啊，这个咬着金汤匙，坐着金马桶出生，不是，他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自己很努力的往社会的上层爬。好，于是呢，他就描写了非常多这个美国社会底层的问题，贫富差距很大啊，这些贫困的人家生活的底层有多么样的黑暗啊，写了很多巴拉巴拉啊，毒品的问题啊，这个美国到底有多糟啊？好，那于是大家现在说，哦哟，不得了了，你这写的美国有够恐怖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现在要当这个恐怖地方的副总统吗？好，有很多争议，但无论如何不管啦，他会说，哦，我就是这样体现人民生活困苦，所以我想要来扭转一切。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不对？好 ，OK， 好，反正 anyway， 以后你就会听到川普总统，然后范斯副总统，川普加范斯，川范配好之类的。好，那这是一个新消息啦，告诉大家他副手是谁。但继续我们就来看了，为什么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呢牵动了全世界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呢，我们看到了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荡。你看到辉达重挫，你看到台积电重挫，好，为什么？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吓歪了所有的晶片产业。他怎么说呢？他就讲了台湾抢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然后他要求台湾多付点钱。那听了就很害怕，那是怎么回事啊？晶片产业，然后讲的一副好像天下大战，讲的一副台湾发生战争的样子，你要多付点钱，不然我不要保护你哦。然后讲的台积电你抢了我的生意哦，然后一副哎呦怎么样？你要制裁谁吗？听起来很可怕。于是呢，你就看到了台积电呢，现在其实也是在外资心中 AI 股。晶片股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象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公司跟股票。好，那于是呢，台积电跌了，那当然稀里糊涂跟着被拖下去嘛。所以你就看到了，那川普讲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在听川普讲一些很耸动的话之前，每次被他话吓到的时候，请你要告诉自己，或者是你就用笔写下来好了。川普是疯子，哎，不是，你要写川普是商人，请你把川普是商人这几个字写一个小便条纸，贴在脑门上啊，不是贴在你电脑上。为什么哦？因为呢，其实川普讲很多话哦，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就是一个商人。今天无论他真的是一个公司老板，他是一个电视实境秀的主持人，亦或是他是一个总统，他都是一个商人。在他是总统之前，他是一个商人。好重要的事讲100遍，为什么？因为不管什么事，对川普来讲，那就是一场交易。在他一个商人的骨子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交易，国家也是。所以呢，你看到当他在带领美国的时候，他的外交关系，他的外交政策，他都怎么做？他都是一样的做法，就是他的谈判，他就是跟你谈判，就这么简单。那你怎么谈判呢？他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利益在哪里？美国至上嘛。我有没有赚到钱？他是一个老板，他就说，我的公司有没有赚到钱？他是一个总统，他说，我的美国有没有赚到利益？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看他那些很耸动的话的背后，他常常谈判技巧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谈判专家。那你如果是一个谈判专家，你其实可以学他。怎么讲？我先讲一个好可怕的事情吓你，吓死你，就问你怕不怕？你怕对不对？你是不是抖？你是不是害怕？好了，那接下来你就落入了川普的圈套了。你怕了之后呢，你就会想，那川普第2次在讲话，软了一点，你就突然觉得，天哪！川普，你是不是对我好好？你本来讲那个是不是不算数了？那好，你第2次讲的我们就成交，好不好？就这样，他就是这样吓你，那是他的谈判技巧，他一向如此。所以呢，请把川普是商人这句话放在你心中。好，所有事情到他眼里就是利益的交换，就是一场交易。国家与国家政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到，川普的外交政策总是如此哦，他会用非常强硬的语言。然后呢，他的单边主义就是我美国至上，用非常强硬的语言，然后先吓唬你，然后呢你就掉入他的圈套，然后你就变成他砧板上的鱼肉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像他最近也讲了，他要所有的盟友分担这个保护费哦，分担这个我美国保护你很重要的一个成本啊，要大家都缴钱出来。那缴钱给谁？美国嘛。那美国就很像川普经营的一家公司了，差不多那个意思。好，所以如果我们先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再来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他讲话你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好，那我们就来看。先知道他是商人，他都这样谈判，所以你先不要被他这种很强硬的话吓到。但是呢，你要去分析他哪些事会做，哪些事可能只是吓唬你。他会做什么事哦？在上一回这个川普的任期当中，他真的是加了很多的关税哦。好，那这一次呢，他已经告诉你了，他会加关税，不只加给中国。之前你看到他加给中国关税，然后呢，他吓唬欧盟要给他加关税，但是呢，他真的加的，他真的非常重关税去打压的就只有中国。那这一次呢，他除了说中国以后所有东西我要加你60%的关税之外呢，川普这样说，他要加全世界的关税，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他都要加10%的关税。所以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人在警告大家，你要放心上，这个关税人又来的话，全世界的通膨会再起。很多国家好不容易把通膨压下去，从升息循环进入降息循环。你看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降息，但是呢，它这个关税一加下去，全世界通膨可能又要再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导致通膨很重要的是减税。川普说他要减税，他要减企业税哦。目前呢，在美国的企业税大约是21%左右。那他说呢，希望降到15%。但是呢，川普也讲了，降到15%，你们可能这个没办法了。好了，那至少要降到20%吧。无论如何，他要减税，减税再加上关税，好，这2税并行 ，OK。就是通膨了，减税加关税等于通膨，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担心通膨再起，而且呢，这个通膨不仅仅是美国通膨哦，现在它全世界加关税，很可能全球贸易又会被它打乱哦。这个。尤其是川普已经讲了，之前呢看到了这个拜登又开始跟很多国家谈这个贸易的协定啊，他不是说要来一个印太的经济架构吗？川普不跟你来这一套的啦，他说我上任之后我要撤销的啦，谁跟你什么印太经济架构啊？这些拜登认为是盟友的人，不好意思，川普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还是要把你们加税的哈，不要来跟我来朋友那一套哈，我们就一切都是在商言商，全世界都欠美国的。在川普心里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看到他都要加税耶，什么印太经济架构啦，什么双边贸易协定都没那回事啊，都要加税的啦。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的通膨，大家就请你先放在心上。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对于中国的一个晶片当中的晶片大战、科技战，可能他会更加施压、更加收紧那个策略哦。你看到了，现在呢，其实虽然说。拜登呢，他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在打压中国的晶片产业，但是中国还是找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围堵当中的一些漏洞。那这些漏洞呢，就让中国在现在被打压状况底下，它还是有办法、有本事继续发展。好，不仅仅是晶片产业，还有很多这个贸易的一个这个壁垒哦。好，那怎么说呢？比如说。美国说好，那我这个不进口中国的东西，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大家认定的产地是怎么认定的？全世界的供应链，比如说我的原料好来自日本，
好，那比如说我的制造设备来自荷兰，我们就举晶片为例啊，来自荷兰艾斯摩尔。好，然后呢，我们把东西放到中国去，它是世界工厂，好，在那个地方组装做，好，从中国出口 ，OK， 它叫做 Made in China。为什么？怎么算啊？那你说，哎，不是东西是日本吗？然后设备在荷兰吗？然后是中国，只是最后把它倒装在一起而已吗？现在算产地是最后出货地 Made in China。它不是因为它原料在日本叫 Made in Japan 没有，它是 Made in China。好，那现在说哦，那这样子就有漏洞哦。比如说，你说我不从中国进口 ，OK， 那我就把最后我从中国组装，最后一道我把它运到墨西哥，然后最后剩一点点封装一点东西，再把它装，然后封纸箱，它就变成Made in Mexico， 它就变成墨西哥制造，然后我再出口到美国去了哦。好，那说这个叫所谓洗产地嘛，我们不都这样讲？中国厂商也很多移到墨西哥的，有的移到越南的，有的移到马来西亚、移到泰国的，然后呢，你就进口到就美国去啊，那它就会变成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 made in 这个墨西哥 ，made in 泰国 ，made in 越南，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很大部分还在中国做，它还是中国的商品，只是它装了一个别的套子再卖到美国。美国现在连这个都要赌，那它虽然怎么说呢？不。现在我们开始从最后端制造要开始往前端追溯，我要查你前端制造在哪里。如果你只有最后的包装是在墨西哥，你前面制造都在中国，这个它也要封，这个也不行。所以它要堵上所有的缺口，抓漏的状态，现在的漏洞它都把它补起来，要让这个中国真的就是让它寸步难行。好，那如果真的川普上任了之后，他用这样一套来重新定义那所谓产地的话，那可能中国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压力哦。好，那我们就来给大家一个结论了。川普如果上台，到底对于你的投资要做什么样的转向？首先，先理解，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些科技的封锁嘛，那最近的科技股真的是来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科技股呢应该会萎靡一段时间，可能得要到第4季，或者是等到川普真的上任，开始减税、企业税等等之后呢，可能才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你要看川普他是非常推崇传统产业，他自己喜欢投资传统产业。房地产啦，还有呢这个石化燃料啦，然后呢包括一些比较传统的金融啦，这个是他喜欢的一个领域哦。还有他喜欢比特币，他说他是加密货币的拥护者。这些商品可能在川普任内他会表现得比较好，大家心理上有底。再来呢就看到了，如果是高通膨会变成未来在川普的政策推行底下呈现的常态的话，那首先黄金会不得了啊！这个黄金可能就持续的成为大家资金的避风港，黄金会很不错的。那再来你就看到，那你买债券呢？本来大家买很多的债券相关商品，会觉得我终于要等到降息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川普的政策让通膨再起的话，联准会有没有可能降息又要升息？因为通膨太严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券商品可能大家得要注意了。如果真的如同川普所说，不仅仅是谈判语言的话，不仅仅是吓你，他真的给你课那么多关税的话，大家放心上哦。可能你的债券商品可能要维持一段时间，可能上又下哦。好，这都是可能的风险。所以呢，在川普如果真的他又王者回归的话，可能大家未来的一个投资策略上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那今天呢，先告诉大家最近呢，川普说了什么，你要怎么观察他的这个所言所行，然后呢，先大家放在心上，川普当选哪些商品可能比较有机会，哪些商品可能又有风险，大家先做一个心理准备。好，这是今天的内容咯，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